谁才是美国真正的主人？1865年4月14日，地点福特剧院，一颗子弹钻进了林肯的后脑。官方说凶手是个偏执的演员，民间说这是南方的复仇。官方表示是一名南方邦联的演员，他的动机很单纯，就是恨林肯，认为林肯是毁灭南方的罪魁祸首。但在民间的说法是，林肯是动了金融寡头蛋糕的总统。林肯推行的绿币政策直接挑战了国际金融资本在美国的利益。南北战争第1年，林肯政府就耗尽了国库，为了筹集资金，财政部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华尔街的私人银行和欧洲的金融财团借钱。这些银行家们看准了美国火烧眉毛，打算趁火打劫。他们要求的年利率高达 24% 到 36%， 这意味着如果借1亿美元，1年光利息就要支付2400万到3600万美元。这会让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沦为金融资本的提款机。面对高利贷，林肯政府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论，最终林肯选择了发行绿币，由美国政府直接发行，以国家的信用和未来税收为担保，无需向任何私人银行支付利息。林肯时期这个绿币是什么概念呢？林肯的行为在银行家眼里不是单纯的政策调整，而是砸饭碗，更是夺权。在现代美元体系下，政府每发行1美元都要先向银行系统借，这意味着每一分流通的钱都背负着利息。银行家坐在办公室里，只要动动印刷机，就能通过收割整个国家的利息来暴富。而林肯说，我有主权，我自己印，我不给你利息。这等于直接宣布银行家这个中间商失业了。银行除了失去了收割利息的权利，还失去了周期收割权。如果货币权在银行家手里，他们可以通过突然收紧贷款，让底层百姓和政府破产，然后廉价兼并优质资产，或者通过超发货币稀释国民财富。如果政府掌握了钱袋子，银行家就无法通过操纵金融周期来薅羊毛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一旦林肯成功了，全世界的君主和政府都会发现，原来我们不需要向私人银行家借钱。如果这种财政自主的病毒传染到欧洲，那些传承100年的金融家族后果不堪设想。林肯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，我有2个敌人，我面前的南方军队和我背后的金融机构，在这两者中，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。林肯这个绿币的恐怖之处并不止于此，而是在于他把货币主权归于人民。首先，林肯发现一个极为荒谬的现象，现在政府要打仗，居然要发债券给私人银行，银行再以这些债券为抵押印出钞票借给政府，政府还得为此支付巨额利息。这等于是让纳税人交了2次钱，一次是税收，另一次是付给银行家的利息。而他发行绿币之后，政府直接用自己的信用背书，这意味着流通在市面上的每一分钱都是国家欠人民的信用凭证，而不是欠银行家的贷息欠条，省下的利息就是全民的福利。没做总统前，林肯是极为优秀的律师，他翻遍了美国宪法，在第1条第8款找到了依据，国会有权铸造货币并调节其价值。林肯的逻辑是，宪法没说印钱必须得找银行家商量。林肯认为，既然国家拥有主权，那么信用就是主权的自然属性。如果政府把印钱的权利交给私人，那就等同于把主权割让给了资本。林肯认为，货币的职能应该是交易的媒介，而不该是盈利的商品。他算过一笔账，如果政府自己印钱，成本只有纸张和墨水；如果向银行借，成本就是利息。这意味着政府可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解放奴隶、修筑太平洋铁路中去，而不是白白送给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大佬。这就是他所说的归于人民。林肯虽然印了绿币，但他在1863年被迫签署了国家银行法案。很多人觉得，既然能印绿币，为什么不一直印下去？因为1862年印了 4.5 亿绿币，虽然解了燃眉之急，但随着战争陷入泥潭，物价开始疯涨，底层百姓开始抱怨，绿币在金市上的价值一直在缩水。国内买粮买枪可以用绿币，但向国外买军火、买钢铁，人家只认黄金。私人银行联合起来，在兑换和流通环节给绿币使绊子，甚至在报纸上散布谣言，说政府即将破产，导致绿币信用受损。林肯看清了，光有印钞机不行，必须得有银行系统的合谋，战争机器才能转下去。1863年的国家银行法案，这其实是一份投名状，又或者跟银行家们来一次妥协。国家允许私人银行以买来的美国国债为抵押，发行属于他们自己的钞票。作为回报，银行家必须全额吃下政府发行的战争国债。但林肯是一个不甘于认输的人，在1864年连任后，林肯曾秘密对友人和幕僚表达过，一旦和平降临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这个让金融家骑在人民脖子上的错误。战争结束后，国家不再需要庞大的军费，财政将出现盈余。林肯计划利用这些盈余，逐步赎回抵押在银行手中的国债，废除国家银行法案，重新回归林肯绿币模式。然而，正在他要大刀阔斧进行战后重建、清算金融权力的前夜，就被人做掉了。林肯走后，后续的继任者除了少数几位，再也没有这种胆略和威望去挑战银行系统。西方金融体系的底层逻辑是债务驱动，在他们的剧本里，任何国家想要发展，必须先向资本借钱，只要你借了钱，你就有了弱点，银行家就可以通过加息、减息制造金融危机来收割你的优质资产。如果在这套西方体系下，面对一个超级大国，它拥有完全自主的货币发行权和强大的国家信用，可以通过主权货币直接驱动基建和产业，这将是一个令他们瑟瑟发抖的存在。更令他们畏惧的是，这个超级大国不单只有主权货币，还有超强悍的工业体系，令人畏惧的军事力量，他们怎么不害怕？林肯当年的构想可以总结为一句话：让钱属于国家，让利属于人民。
林肯的悲剧在于，他看透了这把钥匙的重要性，并试图将它交还给人民，但最终失败了。无论如何，亚伯拉罕·林肯去世了，走完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。